国建，我们就分析一下中国共产党。我就跟你们讲一个，就是咱们不承认也得承认知识。你说中国共产党逼格，中国共产党逼格不低呀，中国共产党逼格那是3、4层楼那么高。中国共产党的逼格高到不得了，为什么呀？因为中国这片土地，从三皇五帝到今天啊，到中国共产党出现之前，中国这片土地是没有科学，没有音乐，没有科学，没有数学，没有的，没有逻辑，没有。这片土地自我发展出的文明，连伟大的建筑都没有啊！你们一定不要骂我啊！我求求你们了，所有的年轻人，如果第一次听我这一期节目的，你们一定会骂我，因为这跟你们历史课本说的4大文明学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说中国伟大的不得了，我跟你们讲，差出多少去啊？就说建筑啊，这个建筑就摆在眼门前的建筑，中国最大的古代建筑是什么？你给我个名字，你想来想去什么？哎，最伟大的、最漂亮的西安大雁塔啊，北京故宫，这到头了吧？这中国的建筑，哎呀，好精美绝伦啊！北京故宫雕梁画栋，精美绝伦啊！记住这句话，北京故宫是明代修建的，清代装修的，差不多距今500年的历史。你去欧洲任何一个国家，你看他500年前的宫殿或500年前的教堂，你甚至看他2000年前的宫殿，你看看他的雕梁画栋，他的精美绝伦是不是远超于你？你的雕梁画栋是建立在木头上的，木头软，建立在土堆上的，夯土堆上的，这个叫土木结构。你的跨度，你的采光，你作为人类建筑的抗震能力，你跟西方的砖石结构建筑，尤其是巨石结构建筑，你差了一个欧几里得几何学啊！我们在清代啊，当然明朝也一样，啊！不要说大明是多么发达它也被灭了。那么我们在清代和明代，即使是皇上大便，没有马桶，没有下水道，没有自来水。清朝皇上也是吃井水，也是放在缸里，大便也是拉出去倒喽。你知道古罗马的自来水有多少年的历史吗？啊，你们自己去意大利旅游的时候，你们看看古罗马的自来水供水有多么先进。几十公里外的山区修建巨型的水库，用几百条管道，每一条都是巨石建筑，一路把水渠，露天引水渠一路逢山开山，逢谷架桥，全是用石头做的，引到罗马城。几十万罗马居民有自来水，有下水道，那个你非得要跟他比，你不是就是哎呀，那我们真的是，那你不要看了，你继续待在中国当你的奴隶去吧，当你的韭菜去吧。所以你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比拟啊！有机会你们去德国科隆看看科隆大教堂，有机会你们去西班牙看看西班牙的那些古教堂，你们看看那个巨石上雕出来的那个东西，那个建筑要造800年之久的这种建筑，你没听错，不是说造完800年，是这个建筑在制造要造800年的这种建筑，是中国文明所不能比的呀。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没错，建筑也不是一天建成，它的一个教堂可以造800年啊！中世纪欧洲的教堂大量的造了800年，800年你们想过是为什么？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共济会为什么这么大影响力 ？Freemason 这个就是石匠了，为什么这么重要？它跟宗教为什么直接挂钩在一起？因为他造这个教堂，造这个建筑，不是为了自己住的，也不是为了自己儿子住的，也不是为了自己孙子住的。这就是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巨大的差距，就是我们建这个房子一定是要自己住的，我要爽，哎，我他妈的建个房子，我住不了，我儿子也住不了，我孙子也住不了，不住了。欧洲人建那个教堂不是为了3代造的，他造800年，他都不知道为了几年，为什么？
上帝有神。西方这个文明除了有科学之外，有一个强大的上帝信仰，基督信仰。基督信仰启蒙了现代的资本主义，也是使现代资本主义你别笑啊，教堂就是 company， 就是公司啊，公司是从天主教来的，你们知道吧？那么学他们的学经济学，是不是学傻逼了？学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学，你们都学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学，那不是经济学。我们首先做经济做买卖，首先要开个公司。你们中国有公司吗？你别告诉我中国古代有公司啊！公司 company 公司哪来的？公司是教会的，知道吗？公司这个词正是源于罗马教会，有了上帝的启蒙，才有了契约的精神。因为这个信仰是中国人一直没有的，你到今天我不相信哪个中国人真的有上帝信仰啊，就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有上帝信仰，咱不能否认，但大部分都是为了某个目的而信仰上帝。如果是为了某个私人的目的信仰上帝，他一定不会倾其全力造一个800年之后才能用到的建筑，只有荣耀上帝的人群才会干这个事情，中国人不会的。中国人光宗耀祖，我操！你看我800年以后，去妈！800年以前还是宋朝呢，不干啊，不干。所以中国这个洼地，实际上它的人文和它的科学都在世界文明种族序列里边是往后数的。你别笑我是直人什么的，我不是直人，我比你们爱国，我比你们了解中国。谁他妈讲周易、讲铁板神术、讲高岛一段能讲的像我那么活灵活现？那没学过没研究透能讲得出来吗？高岛一段也好，邵雍也好，先进不先进？先进啊！当然西方也有，但是西方没有成为一个主流。但中国易居然成为五经之首，就是大家都很想头盔一下天机。所以二进制天机那也易不是中国人的啊！你大家冷静一下啊！易经不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易经一定是外来的。我跟大家在讲解易经的时候都讲得很清楚，它甚至不是外来文明、外来民族的，它甚至可能是外来文明的，就是跟我们这一代人类文明没有关系的啊！因为它是基于二进制、基于机器语言的。这个这也不是西方人能发明的出来的啊！我接着讲共产党吧都会来。共产党，你如果入过队但凡是在我们中国大陆长大的人，像我们这样的入过队、入过团，你们一定记得，你们带着个小红领巾唱歌，对吧？参加团或者少先队的活动，对不对？念念有词宣誓上面有人领，底下有人喝，然后唱各种歌曲，背各种口诀，背各种咒语，像念经一样念各种各样的这个小白皮书、红皮书。有这个经验吗？不是我编的吧，对不对？这是中国共产党所有的组织体系经历过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有这些东西。但是你们想想，你们要是在西方入过天主教，新教不算新教差远了，天主教，你们几乎能找到红领巾、镰刀斧头那个交叉，那个唱圣歌、念圣经，然后在念圣经的过程中辩论辩解，然后祈祷、承认错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所有的一一对应的对应物。我说对了没有？这说明什么？我告诉你，这说明上帝是共产党员。当然是开玩笑，这说明共产党的这套东西中国共产党大家都认为它土的掉渣的东西，它是从基督教里出来的。中国共产，你没听错，中国共产党的所有的形式上的和内容上的和强组织上的这种战力也好 DNA 也好，皆源于天主教。它是西方逼格高的不能再高的西方基督文明的黑化版本。教会就像狗空一样我又来龙珠世界了。龙珠世界做我们的信徒一定要看日本动漫七龙珠他们太经典了。龙珠世界狗空越打越厉害，小悟空越打越厉害。然后在同人版本里面呢，
小悟空就黑化了，哎呀，变成个鬼一样的，充满了恶能量，哎呀，就完全不是那个善良的小悟空了。我告诉你，中国共产党就是基督教，就是天主教的这个版本。哎，它发展出恶灵来了，但是内容是一样的，武器啊、造型、招数都是一样的，只不过那个是属善灵，这个是属魔鬼。魔鬼跟上帝是一伙的呀，魔鬼原来就是上帝身边的左膀右臂呀，这大家都知道呀。魔鬼以前就是翟山鹰啊，就是颐和资本的副总裁啊，那创始人啊，后来就跌落地狱，就是带着1/3的大天使就变成魔鬼了嘛。以前叫加百利啊，不加百利是后来的大天使。以前反正魔鬼以前不叫撒旦呢，那以前是有一个天使的名字的，叫路西法，路西法 Lucifer， 那叫 Lucifer， 就是魔鬼当天使的时候的名字。叫路西法，你就觉得都好邪恶呀！他怎么能叫路西法？那个他妈逼的，所有的中国的老百姓，只要念过和合本圣经的，都知道路西法是魔鬼。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名字叫卢瑟福呢？哎，你不是觉得像是物理学的高大上的一个定律呀？卢瑟福就是路西法，路西法的法文名字就是卢瑟福啊，这一个名啊，就像约翰的法语名字就叫让一样啊，他是。懂吧？这个东西全是串着的，世界是很小的。卢瑟福，我操，你操什么呀？你操得动吗？啊，无论是卢瑟福还是路西法，你都操不动的。你要就像我操中国共产党一样，你不能操的。我操，你要我尊重你，哎，我怕你啊，我敬而远之，但是我绝对不敢操你。我操，因为什么？你那个小鸡巴，你碰上卢瑟福、路西法，给你打成他妈的阴道，你是完犊子，你根本就。给你凹进去了啊！所以，哎，你们肯定不服啊，因为我现在小粉红的观众很多，因为他们没有学过真正的历史，他们是在中国共产党最近的洗脑教育中长大的一代，所以他们就觉得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土生土长啊，是毛主席创造的。就是他妈的中国三侠五义什么鸡巴的24史、史记和他妈的水浒传里边、梁山泊里边创造出来了个中国共产党。操他妈的！我说你们这帮大傻逼，你觉得像吗？你听听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歌曲啊，开播的时候我唱的国际歌是中国共产党党歌啊。中国共产党开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全体起立的时候不是唱国歌的，你们知道吗？国歌叫《义勇军进行曲》，是田汉作曲的。田汉作曲还是田汉作词？那个《义勇军进行曲》那是国歌，党歌叫国际歌。国际歌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世界共产党的党歌啊，中文版本的就叫国际歌。你听听国际歌，那个你再听听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歌曲，从军歌到党歌到他的党国歌，哪一个是中国在1949年以前能出来的歌曲子？我操你要是懂音乐，你们这服吧？我是正儿八经的初二学音乐的，就是我可以通过学音乐加分。因为我学习太好了没加，但是没走那条道。其实我是懂音乐啊，我懂音乐，我懂文学爱音乐。我跟你们讲啊，就是我是一个被他妈的经商耽误了的文艺青年。我年轻的时候。那不是现在这个形象啊，那嫩出水来，所以我好了不做老逼灯，吹牛逼状了啊！我跟你们讲，就咱们讲正经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啊，它不是毛泽东同志发明的，毛泽东是借壳上市的，毛泽东把他的七侠五义和水浒传借了中国共产党的壳。适应了中国革命的形势，这话是不是假话，是真的。那么他从哪儿来？他 DNA 从哪儿来？毛泽东怎么可能写得出来那么漂亮的歌曲？那毛泽东一个湖南地主的儿子，怎么能设计出来他们这种组织、这种入党的这种程序、这种宣誓，然后还能互相批评和自我批评啊，什么这些东西，他怎么会知道呢？你多信，他确实不知道，他是跟俄罗斯学的。俄罗斯从哪儿学的呢？我给你们念念中国共产党党史啊。中国共产党党史，这是 BBC 版本的，所以不要跟我抬杠，这是 BBC 版本的，总行了吧？1921年，10多个
年轻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那时候没有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小洋房里秘密召开了第一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啊，结果被巡抚发现之后，仓皇而逃，跑到嘉兴的南湖那个红船上开完啊。早期就是刚开会的时候不在红船上啊，早期刚开会是在法租界，听了这名你就有点含糊了。哎，法租界呀，仙霞路啊，大哥，那是当时中国逼格最高的地方。人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里边是有外国人的，是有洋人的，那不是李大钊什么陈独秀，那个不是，是有洋人的。毛主席是去了，但是，主持会议以及在里边当策划和指导的，就像中国足球队一样，11个足球队的教练是个洋人，叫米卢啊，米卢带的中国足球队才能踢点好球，明白吗？所以，对米卢那个队是不是郝海东、高峰那队是吧？当时啊，范志毅那队，中国在全国只有50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但是不到30年以后，他们就得到了天下，成为执政党。而且1949年得到了天下，成为执政党之后，历经毛泽东时代的穷兵黩武的武器发展，以及随之而来就重工业化基础，以及随之而来的加入美国的 WTO 改革开放，从一个极其贫穷的封建国家、动荡国家，几十年之内发展成为拥有核武器的今天世界第2大经济大体啊，经济国，而且党员人数接近1个亿。这是怎么来的啊？威权路线、独裁路线啊，威权路线啊，独裁路线啊，就是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这么强悍的国家，而且极其威权、极其霸权，在任何一个世界发达国家啊，像中国这样发达，中国很发达，现在这么搞独裁，玩不断、玩不转，一定人民群众给你推倒了。为什么在中国他就推不倒？而且不但推不倒，还越来越瓷实啊！人民群众的基础越来越强，现在都是成小粉红了。为什么？你们思考过吗？因为它的逼格是降维打击的，逼格是降维打击。一会儿我再说降维啊，我先说哪儿来的逼格。1917年10月革命之后，俄罗斯的10月革命之后，共产主义思想从俄罗斯这些老毛子手里带着沙皇的真金白银跑到上海法租界发展中国共产党小组，什么周恩来呀、陈独秀啊、李大钊啊，包括毛泽东啊，都是那个时代，瞿秋白啊，都是那个时代拿过洋人的钱的啊，就这个洋人是俄国人啊，所以他让孙中山也拿啊，国民党那边也拿，蒋介石也没少拿，所以这颠覆了中国传统政府，就是北洋政府啊，国共两党就是都是俄罗斯苏俄养出来的，然后就咔革命党就给你革命了。所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俄罗斯的策划以及指导下成立，在上海成立，法租界成立的。到了10年之后啊，这10年过程中，他依附在国民党后边啊，因为国民党当年人多马壮。所以俄罗斯苏俄首先资助国民党，所以国共呢是第一次合作。成立了之后，1921年成立之后，跟后来国民党啊就是捆绑在一起啊，因为都是俄国爸爸嘛，也是孪生兄弟，当然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了。很快就北伐成功，就给颠覆了啊！1927年给颠覆了。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6年，中国国民党成立时间更短，成立时间不短啊。国民党严格的说是宋教仁开始成立了。总而言之，差不了几年就给端了啊，把中国合法政府给颠覆了啊。国民党带头，共产党辅佐，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把中国的合法政府给颠覆了。然后呢，兄弟俩就撕破脸了，这是一定的嘛？这一定的嘛？创业成功了，肯定嘛？分赃不匀，打起来了嘛？撕破脸了之后呢，以毛泽东为首的很多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就开始走向农村啊，这就因为都被打散了啊，蒋介石打得很狠，出手很狠的，然后就试图建立割据政权。就是第一个割据政权就是毛主席建立的啊，真是毛泽东建立。1931年11月，毛泽东带头分裂中国啊，毛泽东带头在中国搞分裂。
他居然在中国还有合法政府，哪怕这个合法政府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他也是合法政府啊。他居然在中国合法政府还在的时候，他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啊，在江西瑞金啊，就是井冈山根据地，他搞了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我操，他妈先进的不得了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主席就是这么来的啊！毛主席给自己加冕为主席啊，当然这是反动透顶的事情了，这是刑事犯罪呀！你搁今天中国或者美国，你成立一个共和国，你看看国家是不是要抓你，警察是不是抓你？哎，毛主席就敢干呢啊，也是天下大事的。啊，天下大乱，所以毛主席干成了，一弄二弄的，又长征啊，又赶上他妈快被剿灭的时候，赶上张学良这个大傻逼横空出世，哎呀，然后哎呦我去妈，这日本人要杀过来了，哎，他闯过来，二战结束之后，哎，这就大家都知道了啊，三大战役解放全中国了啊。那么中国共产党从俄国来的，那俄国共产党是哪儿来的呢？俄罗斯共产党，大家知道列宁啊、斯大林，这都是俄国共产党。俄国共产党作为他的党父列宁同志啊，列宁同志是从哪儿？我们看中国共产党正儿八经的中国共产党官方出版物、官方研究报告是这样写的：一个先例啊，俄罗斯共产党的是有先例的啊，就是俄罗斯共产党不是没有就是借鉴的先例的。俄罗斯共产党在成立，就是所谓布尔什维克在成立的时候，首先参考的是18世纪末，就是1798年左右的法国大革命，就是100年以前，俄罗斯共产党成立100年以前，法国大革命就是把路易15、路易16放到断头台上的那个法国，但那个时候得承认法国在欧洲的地位啊，那就是大哥。那么这是此前人类世界最激进的革命，就是法国大革命是最激进的革命。那么十月革命的领袖，俄国十月革命的领袖人物列宁和托洛斯基有大量的文章研究法国大革命。列宁尤其推崇其中的雅各宾派，列宁把雅各宾派作为他建立布尔什维克的效法对象。1917年6月，列宁宣称雅各宾派的榜样是对我们最有注意的。直到现在，我并不认为雅各宾派的经验过时了。我们建立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必须学习雅各宾派。雅各宾派是什么？看好莱坞大片拿破仑啊，那个像疯子一样的那群冲到王宫里被拿破仑用炮队一顿乱轰的那些，那个就是法国大革命。就是乱党啊，就是雅各宾派有个特点啊，就是雅各宾派和他之前的这个所谓革命派里边，就是雅各宾派最疯狂。什么意思？又疯狂到什么程度？开会呢，咱们在一起都是革命党嘛，开会了，然后开着会就打起来了，然后就开始投票，少数服从多数，少数就上断头台，就我一点都不夸张，这就叫法国大革命。就是咱们是一伙的，咱们都是革命党，咱们已经把皇上给放到断头台上了。现在是咱们革命党内部在开会、开议会啊，开着啊，就是多数派就把少数派全部送到断头台上去，然后咱们再开，然后再激进的多数派再把相对保守的少数派送到断头台上。所以法国大革命基本上是个断头台的革命。就是更激进的一派把稍微不激进的一派送到断头台上，那真的是太可怕的破坏神了，破坏神降临。什么叫基督世界的高峰？就是路易14，法国路易14，他是基督文明的最高峰了啊，他也是欧洲的最高峰了。路易14的宫廷舞会，他的文艺啊，他的建筑，他的文化文明都是最高峰，武力也很高啊。然后就开始黑化了，我操，他就练成第5级自在极意功的悟空了啊！打遍第7宇宙无敌手，在12宇宙里边都他妈称王称霸的时候，魔界就开始黑化他了，他妈这真黑化了，真娘黑化了，我操！所以雅各宾派就是第一波人类基督教世界里边他们不是老百姓啊，你不要以为他们是老百姓啊，雅各宾派不是老百姓，不是贩夫走卒。世界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是贩夫走卒能说了算的。雅各宾派也有很多是他妈的贵族，就是他妈的他黑化了，他疯了，他 crazy 了。
然后就变成了这个 mad 了嘛，就是脑子进魔了，所以他就变成了黑化版本的第一个版本的共产党啊，雅各宾派。那么他很快他就被镇压了嘛，那法国人还是他妈有一定的自我清洁能力的。雅各宾派终于被送进了断头台啊，那么法国大革命就失败了啊，幸亏失败了，要不法国就第一个疯了。那么在雅各宾派是法国革命中的激进派，在法国革命的阶段啊，一派比一派接近，后一个激进派会以把前一个激进派全部送上断头台的形式来推进革命啊。那么列宁和托洛斯基研究的第二个案例，就是在这个第二个案例建立俄罗斯共产党，第二个就是苏俄，第二个案例是什么？又是法国，还是法国，就是过了几十年之后，法国在19世纪下半叶发生了什么？就是我们历史课本都说发生了巴黎公社。那么巴黎公社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它不是雅各宾派，它是有政权意识了。所以也就是说，共产党黑化之后的这个基督徒们想建立自己的人间王国了，这就是巴黎公社。从1905年革命开始到1917年2月革命以后，在俄罗斯啊，列宁不断的思考和研究巴黎公社，也不断的向巴黎公社的先哲们求教。《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大量的篇幅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的论述啊，马克思、恩格斯你们就都更清楚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存在72天的巴黎公社革命政权为什么垮掉，又为什么能得以建立？它成为了苏维埃政权，俄罗斯苏维埃政权直接 copy 的样板啊。第三个先例就是俄罗斯自己的1905年革命。1905年革命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被列宁和托洛斯基学会的最大的一个成就，你别的都不用记，就是苏维埃这个词儿。哎，苏维埃就是委员会，哈哈，就是他妈夺权了，就是造反派。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那个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和各地的文革小组，就是委员会。毛泽东其实是用共产党熟知的方法推翻了共产党。委员会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这波人只要成立一个能够在一起投票的那么几个人的机构，我们就可以攫取政权，而且带有合法性啊。这因为我们起了个新词儿啊，叫委员会，叫苏维埃。哎，我们要叫东林党或者团团伙伙就不行了啊，这就不对。我们叫苏维埃。那个年代，我操，你就可以建国。所以1905年的革命变成了一个崭新的政治名词和政治机构——苏维埃。苏维埃是与西方社会的议会，就是与基督世界、白话世界、正能量世界的议会一一对应的负能量的机构、黑化的机构——苏维埃。那么2月革命以后，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布尔什维克推动革命的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所以10月革命的2号人物老二啊，习王体制啊，这是列托体制，列宁和托洛斯基就是老大和老二。托洛斯基在10月革命的教训中，10月的教训中写道：不研究法国大革命、1848年法国巴黎公社和1905年的革命经验，我们永远完成不了10月革命。要知道，我们是根据以前历次革命的结论，并继承他们的历史路线，才创造出我们这种民族经验来的啊！这是俄罗斯2号人物。所以，那么1号人物怎么写的？1号人物是这么在4月提纲中，《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啊，1号人物是这么说的：说布尔什维克掌权后的所有的革命措施，大部分来自巴黎公社，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杀光旧的国家机器的掌权者，用就是议会和议政府合一的苏维埃，彻底替代议会制，废除警察和常备军，用所谓的人民军队来替代和废除官吏，一切官员皆由苏维埃所谓选举产生啊，就是苏维埃指派，随时可以撤换，随时可以清洗啊，官员没有安全的。我让你当政治委员，
啊，苏维埃明天就可以让你他妈的进西伯利亚劳改去。公务员的薪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要组织一个廉价政府等等。10月革命后，这些革命措施在俄罗斯得到了迅速而积极的落实啊。所以听到这些之后啊，你们就知道中国共产党这个逼格有多高啊！哎呀，他就是3、4层楼那么高啊！他是他妈跟那边过来的，他是从路易14的太阳王的这个基督文明的最高峰，忽然黑化出雅各宾派、巴黎大革命，然后又他妈第二次弄到巴黎公社72天政权，又到了1905年俄罗斯革命，又到了1918年列宁同志啊，列宁同志、托洛斯基同志搞出苏俄。然后直接传递1918年成立苏俄，直接传递到1921年的上海。那真的是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 DNA， 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灵魂 DNA 居然是基督 DNA。 虽然它是黑化了，黑化也是基督啊，路西法也是大天使啊，所以它跟你华夏的这个所谓儒家文明没鸡巴半点的关系，没鸟关系